只因足协民宿一句中国14亿人就凑不出11个踢球的，你爸妈气得连续吃了18年拼好饭，将你送去了老特拉福德。可你停球5米远，禁区射门冲天炮也不好好训练，而是整天待在后场练习远射。斯罗等人纷纷怀疑你是个傻波一，就连教练都气得把你踢出曼联青训营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你觉醒了球神系统，只要远射5次就必定会进球，而激活系统的条件是踢进2万个远射，没天赋是踢不了足球的。可你是个挂逼啊！此时的你苦熬3个月，终于刷满了10万次远射，正信心满满的准备登场比赛，感觉现在踢个国足 U17简直是降维打击。可教练却走过来让你交钱，不然不会有出场的机会。什么意思？是我训练再好也没机会上场？你追问到 U17领队嘴角一撇，高傲的说道：你什么时候懂了规矩？什么时候上场？你气得当场退出国家队，连夜坐飞机返回曼彻斯特。原来没钱也是踢不了足球的，可你是个穷逼啊！由于你队内出色的发挥，迎来了人生第一场正式的比赛——英格兰青年足总杯。比赛在老特拉福德体育场打响，曼联 U18 对战利物浦 U18。就在你正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，一则关于国足处罚17岁青年球员蒯龙的消息也正在网上发酵。意思很简单，球员蒯龙不听从领队及教练安排，不参加队内训练，并对领队恶语相向，于是给予开除处分，并不会征召他出战任何国家队赛事，即日生效。此时的更衣室内，曼联 U18 主教练索尔斯克亚一脸严肃地在布置着战术。其实他之所以这么严肃，并不是因为比赛的问题，而真正的原因是你。就在刚才，球队的经理大卫吉尔找到了索尔斯克亚，他勒令无论球队的情况怎样，都不能换上你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拒绝训练的缘故，你在华夏的名声已经臭了。很多球迷甚至在曼联的官方 ins 下留言，要求跟蒯龙解约。本来签约蒯龙就是为了华夏市场，可这家伙不帮忙就算了，还帮倒忙。所以今天一大早，大卫吉尔就找到了索尔斯克亚，并且给了他一份解约书。比赛正式开始，天空体育的卡拉格和斯科尔斯担任解说。卡拉格咧嘴一笑，嘿，保罗啊，虽然曼联一线队厉害，但在 U18 联赛，我们利物浦才是最强的。斯科尔斯点头，当然，你们排第一嘛，队里还有个叫斯特林的小家伙，对吧？卡拉格得意地扬起下巴。功课做得不错嘛，但记住了，就算在老特拉福德，我们也要带走胜利。话音刚落，现场球迷嘘声四起。比赛刚开始2分钟，加努扎伊就因为过于兴奋铲倒对手，吃到一张黄牌，裁判及时介入，才避免了冲突升级。主教练索尔斯克亚在场边怒吼，试图稳住局面。第11分钟，斯特林左侧带球，轻松晃过杰克鲁吉，一脚弧线球抽射，足球丢一声击中门柱，曼联球迷惊呼出声。卡拉格得意洋洋，门柱都中了，破门还会远吗？斯特林这变相过人，真是太漂亮了。14分28秒，曼联终于迎来反击机会。中场的达赫利将球传给前锋拜尔尼，拜尔尼尝试了一脚，结果直接打了高射炮。斯科尔斯忍不住脱口而出：我的天，射的什么玩意儿？该让他加练射门才对。卡拉格抓住机会嘲讽：保罗，你们曼联的青训前锋就这水平，不像 U18，倒像 U8 的。斯科尔斯反驳：你着什么急？昨晚我就问过索尔斯克亚了，我们队有个华夏前锋很厉害。卡拉格一脸不可思议：华夏人，你确定你说的不是他们的瓷器跟茶叶？他们还有人会踢球？斯科尔斯瞥了眼大名单，他进了大名单，叫蒯龙。卡拉格冷笑：保罗，别自欺欺人了，他真厉害的话，怎么会没首发呢？斯科尔斯一时语塞。然而就在他们争论时，场上风云突变，利物浦中场的艾米利森大脚将球传给左侧的斯特林，斯特林脚尖一挑，轻松将球控制住。曼联右后卫马萨奇立刻扑上去，但斯特林毫不畏惧，带球突进。就在两人即将接触时，斯特林一个轻松的变向，直接将马萨奇甩开，后者像木桩一样毫无反应。维金森上前包夹，但没等他伸脚，斯特林迎球怒射，足球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，直奔后门柱死角。门将里亚姆飞身扑救，却连指尖都碰不到球刷。清脆的进球声响起，斯特林兴奋地冲向利物浦球迷区，振臂高呼还有谁。曼联主场0比1落后，利物浦球迷的欢呼声席卷全场。卡拉格激动大喊：斯特林的远射，里亚姆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斯科尔斯无奈道：过人射门一气呵成。斯特林确实比 U18 的球员高一个档次。上半场45分钟很快结束，曼联以0比1落后进入中场休息。你走到索尔斯克亚身边，满怀期待地问头：我下半场有机会上场吗？索尔斯克亚看着你，刚到嘴边的话突然停住了。这一幕太熟悉了，20多年前他也曾这样问过自己的教练，随即指了指球场：去热身吧。好的。你二话不说，跑上老特拉福德的球场。丁比赛任务颁布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获得进球或助攻，任务成功奖励青铜宝箱，任务失败扣除随机点数5点。听到系统提示音，你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。但你不知道，索尔斯克亚做出这个决定时下了多大的决心。下半场，蒯龙上皮尔逊下。索尔斯克亚从更衣室出来，直接宣布换人调整。你脱下训练背心，露出背后的16号球衣，回到赛场。当你出现在球场上时，看台上的大卫吉尔脸色瞬间铁青。奥莱在搞什么？他不知道蒯龙在华夏已经臭名昭著了吗？让他上场只会影响曼联的国际声誉。这种毫无国家荣誉感的球员根本不配代表曼联出战。然而球员已经上场，作为经理他也无可奈何。算了，就是一场比赛而已，踢完这场比赛就给我滚蛋，有多远滚多远。下半场一开始，你换下皮尔逊与拜尔尼搭档，两人擦肩而过时，拜尔尼低声嘟囔：
我是不会给你传球的，黄皮猴子。你眉头一皱，但没吭声，迅速投入防守。利物浦开球，斯特林拿球后直接盘带。虽然他的技术独一档，但你早已注意到他的致命缺陷太毒。上半场，斯特林射门7次，多次无视队友更好的机会，只是靠着数据和球星光环掩盖了问题。你果断与达赫利包夹斯特林，斯特林被逼无奈，只能回传。虽然没有断球，但成功延缓了利物浦的进攻。曼联的第一个威胁进攻来自拜尔尼的回撤接应，他看了一眼举手要球的你，却选择将球传给右路的贾努扎伊。贾努扎伊被西蒙防守，无法突破，一个斜塞，足球穿过利物浦中场和中后卫之间的空隙，精准落到你脚下，你毫不迟疑，拔腿怒射，足球如闪电般飞向球门右下角。利物浦门将维尔林倒地扑救，却未能触到球，顿声巨响，足球重重击中门柱，球没有弹出底线，利物浦后卫仓促解围。漂亮的射门！我的天呀，这该死的门柱！斯科尔斯压抑了大半场，此刻终于兴奋地大喊起来。卡拉格此时脸色有些难看，作为前球员，他看得出这一脚的含金量，距离进球只差一点运气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坦言道：我承认这个黑头发的小子确实有点实力，但没进球就是没进球，利物浦依然领先。足球被利物浦解围，曼联获得角球机会，贾努扎伊与你对视一眼，默契无声。曼联球员都往禁区里压，你却留在禁区外一点。贾努扎伊开出角球，看似瞄向禁区内的队友，球却飞向了禁区前沿，你瞬间加速，迎着足球一记凌空抽射，球如流星般飞向球门左上角。利物浦守门员维尔林被球员遮挡了视线，等他反应过来，球已经飞进禁区，足球击中横梁内侧，弹进球门。利物浦球员们慌忙解围，但裁判果断吹哨，手指中圈，进球有效。看台上的大卫吉尔皱起眉头，这远射有点东西，但他随即摇头，再厉害也不过是个潜力新星，和曼联的声誉比起来，太微不足道了。场边，你和贾努扎伊紧紧拥抱，贾努扎伊激动地吼道：“老蒯，我多给你传球，咱们一起去一线队。”你同样热血沸腾。好，一起去一线队。然而，你并不知道，就在你进球的前几分钟，曼联官网已发布公告，因曼联学徒球员蒯文在华夏 U17国家队拒绝训练，被逐出队伍，对曼联造成恶劣影响，即日起解除与蒯龙的学徒合同，合同及时生效。比赛还没结束，你就被解约了，堪称足坛独一份。现场球迷陆续收到消息推送，在看到你背后的蒯龙瞬间懵了，不是吧？这么厉害的球员被解约了？华夏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球员了？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比赛已经重新开始，丢球的利物浦发起反攻，但曼联 U18 和利物浦 U18分列第2和第1，差距并不大。至于斯特林，被包夹后显得有些挣扎。然而，这样就能遏制住他了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利物浦的青年队教练立即让中场哈奇支援斯特林，斯特林的活动范围瞬间扩大，但曼联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开始用犯规战术限制斯特林。第67分钟，拜尔尼被斯特林甩开，直接一记球过人，不过将斯特林铲倒在地，裁判毫不犹豫给了拜尔尼一张黄牌。索尔斯克亚也不拖沓，立刻用基里亚诺换下了拜尔尼。趁着换人，你瞥了眼自己的技能面板，远射2/5，刚才那脚凌空抽射在禁区线上，并未激活技能卡，也就是说再射2脚就能触发 S 级远射必进卡。时间飞快流逝，斯特林显然被激怒了。第78分钟，斯特林带球杀入禁区，马萨奇不敢下脚，他身上有黄牌，何况在禁区内。斯特林假设真扣，轻松过掉马萨奇，麦克金蒂滑铲扑空，斯特林再次扣球调整，一脚抽射，门将里亚姆毫无反应，球应声入网，裁判哨响，进球有效。斯特林跑到门框后做了个安静的手势，嘲讽曼联球迷，球迷们怒火中烧，甚至有人朝斯特林扔矿泉水瓶。斯特林敏捷地躲开卡拉格兴奋的手舞足蹈。保罗，看来下次你得穿黑丝直播了。突然好期待明天的比赛了。斯科尔斯面如死灰，丢球后想要扳平已经太难了。虽然蒯龙展现出了出色的射术，但其他方面似乎平平无奇。球员们回到中场开球，你对基里亚诺低声说道：“有机会就把球给我。”基里亚诺认真点头。这几天队内训练，他亲眼目睹了你的射术。为了扳平比分，最后时刻必须相信你。基里亚诺将球开给你，自己迅速前插。你没有着急，而是将球交给中场的达赫利，他才是中场的大脑。球员们信任你，你也相信队友。越是关键时刻，越不能急躁，更不能单打独斗。达赫利也没有急于出球，而是将球分到左路，试图从左边寻找突破口。今天的贾努扎伊在右路异常活跃，但左路的巴姆比却几乎隐形，球权大多集中在右路，左路自然没什么机会。球移到巴姆比脚下，他迅速带球突进，曼联全线压上。毕竟输一个球和输2个球没什么区别。然而巴姆比刚启动，对方一记倒地铲球就将球踢出界外，后卫泰勒负责掷界外球，但曼联的阵型已经前压。最后这段时间，他们甚至形成了围攻之势。你抓住机会，果断起脚射了2脚，但对方显然摸清了你的套路，直接封堵射门路线，2次射门都被挡下。你知道，只要再找到一次好机会，就能触发必进卡。第89分钟，你在禁区前拿到球，这是今天的第5次远射，只要射出去，比赛就能终结。就在你抬腿的瞬间，对方中后卫里根猛扑上来，直接封堵射门路线。然而，你的腿突然变得轻柔，外脚被轻轻一拨，将球分给后插上的贾努扎伊。贾努扎伊没有调整，直接抽射，门将维尔林将在原地，面对如此劲爆的射门，毫无反应。进球后的贾努扎伊冲向角球区，对着利物浦球迷做了个虚的手势，以牙还牙。你也笑着跑
跑过去，和贾努扎伊紧紧搂在一起。然而利物浦球迷却大声嘲讽起来，还笑得出来？黄皮猴子，你被解约了，滚回你的华夏去吧，这里可不是华夏人该来的地方。你眉头一皱，心里疑惑他们在说什么。广播里斯科尔斯激动地大喊：漂亮的配合，老蒯的视野太优秀了，贾努扎伊的射门也太漂亮了。利物浦有斯特林，但曼联有老蒯和贾努扎伊。曼联的孩子们，你们是最棒的。卡拉格却突然笑出了声。斯科尔斯皱眉：你笑什么？卡拉格拿出手机，将一则消息递给斯科尔斯。不，老蒯已经不是曼联的了。就在刚才的最新消息，曼联 U18 的青训球员蒯龙被俱乐部单方面解约，他现在已经不属于曼联了。全场哗然，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新闻。卡拉格的话让所有人目瞪口呆，摄像机镜头迅速对准了大卫吉尔，但他只是沉默不语。场上的你愣住了，茫然失措。我不是曼联的青训球员吗？怎么莫名其妙被解约了？我还打算在曼联大展拳脚呢，可现在我没人要了。贾努扎伊也是有些懵逼，拍了拍你的肩膀：你没事吧？你脸上挤出一丝笑容：没事，先踢完这场比赛吧。说实话，你有点想哭，但你知道自己不能哭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人会相信眼泪，只有证明自己足够强大，才能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生存下去。不得不说，国足恶心人的方法还是有一手。嘿，你好像一条没人要的狗呀！就在你经过一个黑人球员时，对方突然开口了：他才不是狗呢，他是猴子，一球一助又怎样？曼联不要你了，嘿，要不来利物浦吧，我们给你买点狗粮。嘲讽越来越过分，你没有说话，只是眼睛里闪烁着火焰。曼联跟你解约固然可恶，但这群利物浦的球员更加让人恶心。队友们都走过来安慰你：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今天的表现这么好，为什么要跟你解约？你摇了摇头：别问我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随即你用力地鼓了鼓掌：别愣神了，比赛还没结束。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投入到比赛当中。贾努扎伊拍了拍你的后背：加油！别加油了，有球就给我。既然留不下来，就好好的完成这场比赛，让曼联的人见识一下你的天赋。你要让所有人知道，离开曼联不是你的损失，而是曼联的损失。比赛重新开始，足球传到了斯特林脚下。这次斯特林没有单打独斗，而是主动与队友形成配合。在他们耐心的策动下，斯特林还真获得了起脚打门的机会。只是踢了一场比赛，斯特林的体能也到了极限，这脚射门有些软绵无力。门将里亚姆稳稳地抱住球，他没有拖延时间，看到了前面的你在招手，示意他开大脚，便直接将球踢向了前场。足球被贾努扎伊控了下来，利物浦的球员立马回防。此刻贾努扎伊和你前面就只有两个利物浦 U18 的中后卫里根跟萨马。比赛到这个时候，很多球员都已经跑不动了，包括贾努扎伊，所以在他拿球的时候，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你看了眼贾努扎伊，立马举起手喊道：阿德南，把球给我！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。在现在的贾努扎伊脑海里只有一个公式：把球给你等于助攻。足球传到你的脚下，你的速度也是慢了下来。里根这个时候已经扑了上来，而萨马则是看着贾努扎伊的方向，看到你速度慢了下来，里根也是舒了口气。可就在他将自己速度降下来的瞬间，你却是突然提速，外脚背将球往左侧一拨，做出往左路突破的架势。但就在里根的重心往你左边倾斜的时候，你的脚尖却是往右边一推。当里根再次想调整重心的时候，整个人扑通一声跌倒在地。目睹这一切的现场球迷们纷纷倒吸一口凉气。我的天呀！卡拉格在解说席上惊呼出声，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。这是上帝扣球，也就是急停变向过人，老蒯竟然直接晃倒了利物浦 U18 的队长里根。然而你的表演还没结束，看到里根被晃倒，旁边的萨马心头一凉，顾不上拉边的贾努扎伊，直接朝你冲了过来。你将球往前轻轻一推，紧接着一个短距离冲刺，狠狠摆腿，砰，足球被你抽飞了起来。早在里根上来时，你就瞄了一眼守门员的位置，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卡拉格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仿佛被什么卡住了脖子。他这是半场吊射。Oh my god！ 他以为自己是贝克汉姆，不对，门将维尔林的位置太靠前了，门将的脚步有些凌乱。糟糕，我的天呀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作为解说新人的斯科尔斯彻底语塞，他看到了什么？中场的你用犯罪式过人晃倒了里根，紧接着一脚惊天吊射，足球像精确制导一样飞向球门。我的天呀，曼联到底错过了怎样的天才？说这话时，斯科尔斯眼中莫名流出了泪水。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晃倒里根后，借助远射必进卡，果断起脚射门。说实话，你也不知道远射的最远范围在哪里，系统也没标注清楚，但你就是想射门啊，就像当初的贝克汉姆一样。足球跨越了整个半场，飞进禁区，门前的维尔林成了背景板。他第一时间回撤，卯足劲狂奔，却还是赶不上足球的速度。就在他高高跃起，想一拳击飞足球时，足球已经先一步坠入球门。球迷们呆住了，下一刻，全场爆发出山呼海啸的欢呼声。老特拉福德的顶棚仿佛要被掀开，大家庆祝时，摄像头拍到了你，你双手撑开，一脸平静地看向了大卫吉尔的位置。看台上的大卫吉尔脸色铁青，直接起身离开。他心中所想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都怪华夏足协，如果不是他们发邮件过来施压，自己又怎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？这就是华夏足协评价为天赋一般的球员，这可是堪比贝克汉姆的天才。这场比赛由曼彻斯特当地电视台转播，国内球迷想看需要翻墙或有人转播，还真有人找到了链接。虽然是为爱发电，没有任何收益，但确实有不少人在关注。上半场是斯特林的个人秀，下半场你上场后风云突变，无数看了直播的球迷陷入沉思，他们不敢相信这个在场上肆意展示才华的人，竟被华夏足协称为没有天赋、平庸球员，不必期待。试问一句，就现在的
华夏，谁能在正式比赛里做到半场吊射？一时间，曼联 U18 对阵利物浦 U18 的比赛被剪辑后放到网上，落后追平再落后再追平，最后华夏少年中场吊射绝杀比赛。这样的剧情何等的荡气回肠！当足协工作人员看到视频后愣住，但领队很快发表看法，比赛有很多偶然性，像这样的超远吊射更多是运气。这话一出，网民们震惊了，见过不懂球的，没见过这么不懂球的，他不会真以为中场吊射是瞎蒙的吧？回到老特拉福德，比赛在主裁判的哨声中正式结束，还没等其他人过来，利物浦的斯特林率先跑了过来，脸上挂着笑容。嘿，兄弟，要不要来利物浦踢球？跟我搭档吧。你愣了一下，摇头道：不用了，谢谢。你没有3年可以消耗。本以为自己会以曼联青训球员的身份出现在赛场上，谁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。那你跟我换个球衣吧，你真的很棒，未来我们球场上见。斯特林脱下了自己的球衣，你却摇了摇头。很抱歉，这件衣服是我最后一件曼联球衣，我想自己珍藏起来。好吧，但如果你想来利物浦，记得联系我们，我们的大门为你敞开。斯特林刚说完，贾努扎伊就一把将他推开。滚蛋，别听他的，我们哪里也不去。基里亚诺也冲了过来。就是留下来吧，球队需要你。比赛结束，曼联的球迷们却舍不得离开。你跑到索尔斯科亚跟前，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索尔斯科亚叹息一声，回更衣室说吧，你的情况有些复杂。来到更衣室，索尔斯科亚将门锁上。孩子，对于这样的决定，我也感到很不可思议，但球队经理已经通知我了，你现在已经不属于曼联的一员了。这么快？你眉头一挑，难道解约不需要英足总的同意吗？索尔斯科亚摇头，这是俱乐部单方面解约球员，为此你可以获得这个月的薪水90欧元以及2000欧元的违约金。孩子，你还想踢球吗？当然。你不假思索地回答。我家乡的球队挪威莫尔德邀请我执教，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我的球队。丁，是否接受挪威莫尔德俱乐部的邀约？否。你在心里默念一声，才对索尔斯科亚说道抱歉。头，我想留在5大联赛踢球。要不我去跟爵爷商量一下，重新给你一份合同吧。不用了。你摇了摇头，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。既然你不惜付出2000欧元的代价跟我解约，那我何必留在这里？索尔斯科亚理解的点头。对了，德甲你有兴趣吗？我有个好朋友在德甲的球队做助理教练，你应该也知道你的情况，在英格兰你是很难获得劳工证的。当然要。你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有熟人好办事，至少这样少了你要到处联系俱乐部的麻烦。你万万没想到，索尔斯科亚的好友竟是克洛普的助理教练泽利科布瓦奇。既然决定离开，你毫不犹豫地收拾行装，不再留恋。比赛结束后，你便匆匆洗完澡便离开了卡灵顿基地。下午的老特拉福德下起了毛毛细雨，仿佛天也在为你哭泣。刚出基地，你就听到一声汽车鸣笛，一辆可爱的甲壳虫停在不远处，车里探出头的正是曼联 U18 主帅索尔斯科亚的大女儿丽娜。嘿，这里。丽娜笑着招手，上车吧。我可能没空的赶6点的飞机。你直接拒绝。我爹地已经告诉我了，我是专门来送你的，顺便给你践行。丽娜依旧微笑，你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坐上了副驾。看着丽娜的侧脸，你有些失神。我好看吗？丽娜突然问道。当然好看。你厚着脸皮调侃。真不知道哪个家伙会那么幸运，成为你的男朋友。丽娜浅浅一笑。你说那个幸运的家伙会不会是你？如果我一直在曼彻斯特，或许还有机会，但现在我要离开了，以后恐怕很难见到你了。你无奈道。这可不一定。丽娜笑道。我相信你去德国肯定会成功的。我也相信自己会成功的。你握紧拳头。以后我会回来的，以对手的身份。那你会恨曼联吗？丽娜问。当然会，毕竟为曼联出战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，可我还没来得及展示实力就被抛弃了。你苦笑。这件事放谁身上不难受？本来还说人家董方卓才踢了3场曼联的正式比赛，现在我更惨，就踢了1场 U18 的比赛，直接被解约了。丽娜停下汽车，转头看向你，认真道。你听过一句话吗？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。德国多特蒙德俱乐部的主帅办公室里，助理教练泽利科布瓦奇拿着笔记本电脑走进来，对克洛普说道：尤尔根，我的好朋友发了个视频，你看一下。刚摘下眼镜揉了揉太阳穴。现在可是晚饭时间，不能晚点看吗？我保证你看了绝对不会后悔。布瓦奇摇头，点击了播放。克洛普重新戴上眼镜，画面中是一群身穿训练服的少年在队内训练。这是哪个球队的训练赛？曼联 U18。布瓦奇回答。曼联的青训可真是让人垂涎欲滴。克洛普感慨道。画面切换到你的无球跑动，再到各个进球。这个黑头发的少年是谁？我要他的资料。克洛普急切道。先别急，继续看下去。布瓦奇平静道。克洛普咽了口水。这小个子不是斯特林吗？我对他有印象，速度快，技术好，英格兰的天才球员。布瓦奇点头。可我们要看的还是这个华夏小子。华夏小子，他是华夏人。克洛普有些惊奇。我对杨晨记忆深刻。他是个优秀的前锋。对，这小子也是前锋。布瓦奇话音刚落，视频里的你接到贾努扎伊的角球，顺势一脚凌空抽射，这不是偶然。这家伙对球的落点判断和射门技巧是顶级的。克洛普瞪大了眼睛。可不止于此。布瓦奇笑着回应。果然，第二球出现了，电光火石之间，你假射真转，助攻贾努扎伊得手。出色的判断，清醒的大脑。
这是亚洲球员最厉害的特质。克洛普竖起大拇指赞叹。还有呢，别急。布瓦奇笑容更盛。当中场吊射画面出现时，克洛普猛地站起来，激动地喊道：“这小子到底叫什么？我要他的全部资料，快！我需要他为我攻城拔寨。”此时的克洛普心急如焚。作为上赛季的联赛冠军，多特开赛6轮仅积7分，排名第11，而直接竞争对手拜仁以5胜1负领跑积分榜。更糟的是，当家球星卢卡斯·巴里奥斯伤缺2个月，锋线几乎无人可用。看到克洛普如此焦急，布瓦奇看了眼手表，还有1个小时他就要到机场了，我还答应朋友去接他呢。克洛普直接抓起外套走。我们一起去。你不吃饭了？布瓦奇笑着问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吃什么饭？克洛普咬牙道。之前跟老婆洞房的时候都没这么着急。你并不知道多特蒙德发生的一切。坐在飞机上，你直接进入系统空间。恭喜宿主在曼联 U18 比赛中攻入2球1助，任务完成，评级为 SSC， 奖励翻倍。恭喜宿主获得黄金宝箱。你瞪大了眼睛，竟然 S 级不是极限，还有 SSS 级评价。帮我开启黄金宝箱，并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卡铁人。你心中一震，黄金宝箱就能开出 S 级技能卡，那钻石宝箱会开出什么？短暂的惊讶后，你打开个人属性页面，看到体能值从68飙升到88，你整个人呆住了。这就是 S 级卡片的可怕之处吗？不仅如此，你的抗受伤程度也从1提升到3。玩过实况的都知道，1是最容易受伤的，而3是最不容易受伤的。或许这才是铁人的真正含义。这个技能对你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。多特蒙德的疯狗战术对体能要求极高，没有足够的体能支持，战术只是纸上谈兵。这也是克洛普喜欢提拔年轻人的原因。毕竟女人最清楚，男人越年轻，体能越好。飞机落地，你背起行李走出机场。索尔斯克亚早已将布瓦奇的照片发给你，你早已熟记于心。但显然这是多余的，因为刚出通道你就看到了戴着帽子的克洛普。虽然对布瓦奇不熟悉，但克洛普的名字对你来说如雷贯耳。你就是蒯龙嘛？你好，我叫尤尔根·克洛普，多特蒙德的主帅。克洛普脸上挂着笑容，激动地握住你的手。你被他的热情弄得有些措手不及，但依然笑着回应。克洛普先生你好，我叫蒯龙，你们叫我老蒯就好。简单寒暄了几句，你便跟着回到了多特蒙德训练基地。虽然有人介绍，但流程还是要走。克洛普直接安排你进行成年队的体检，而不是青训队。尤尔根，测试数据出来了，你看看。布瓦奇将报告递给克洛普，克洛普仔细翻阅，眉头逐渐舒展。控球盘带优秀，速度和爆发也不错，但这体能竟然也是优秀。他有些错愕，这么好的表现，曼联竟然解约了。他们管理层懂不懂球？布瓦奇笑着递过平板。你看看我昨晚整理的新闻，都是关于蒯龙的。昨晚你在曼联 U18 比赛中的表现，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。曼联球迷高呼你是贝克汉姆2代，得知你被解约后，更是愤怒不已，直接冲爆了曼联官网。最终锅被甩给了华夏足协。愤怒的球迷一时间失去了抨击对象，于是他们将矛头转向了华夏男足的历史战绩。网上舆论瞬间炸锅，骂声一片。这么有天赋的球员竟然被开除，华夏男足能有成绩才怪。华夏男足进不了世界杯是有原因的，国内讨论也随之激烈起来。视频的传播让风向不再单方面指责。克洛普看完报告，忍不住笑了。这么说，我们还得感谢华夏足协，不然老蒯可不会免费加盟我们。布瓦奇也笑着问：你打算给他什么合同？先不急，看看训练赛的表现。克洛普冷静道：多特的工资预算不多了，去年夺冠后球员都续了约，奖金也不少，现在账面资金紧张。行，我这就安排对抗赛。布瓦奇点头，随即召集多特球员。多特阵中不乏大牌球星，2014年世界杯打入制胜球的格策曾获，德甲 MVP 的香川真司以及9分钟5球的莱万多夫斯基。伙计们集合！布瓦奇吹响口哨，所有球员迅速聚拢。你站在众人面前，克洛普介绍道：给大家介绍一个新伙伴，来自华夏的蒯龙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叫蒯龙，司职前锋，希望能成为大家的队友。你微笑着说道，但心里清楚，说再多也没用，硬实力才是关键。只要能进球，你就有话语权，否则说再多也不过是个小丑。队内训练赛开始，9人一队，上下半场各30分钟。你穿着黄色背心，和香川真司、京多安佩里西奇同队。这支多特的攻击线确实华丽，难怪能打破拜仁的统治。黄队围成一圈，队长凯尔沉声道：老蒯处于空位时，第一时间把球给他，明白吗？众人点头。香川真司用英语补充：告诉我们你的技术特点，方便我们传球。你笑了笑，体能好，能远射，速度也不错。凯尔将手放在中间，虽然只是训练赛，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众人齐声胜利，所有球员叠首怒吼。你也被这氛围感染，心里暗自感叹：一个训练赛，至于这么燃吗？比赛开始后，你终于明白多特为何能在德甲崛起。球员们的每一场训练都如此认真，成功是必然的。你尽力适应着快节奏的比赛，而场边的克洛普正仔细观察着。他知道很多球员个人能力不错，但未必适合他的战术。如果无法展现出即插即用的特质，你可能会被下放到2队。就在你分神时，你接到香川真司的横传，禁区外24米左侧，射门角度极小，你果断起脚，足球划出一道弧线飞向后点，门将魏登费勒飞身扑救，指尖勉强碰到球，足球擦着立柱出界。扑得漂亮！红队的斯文本德欢呼，黄队队友则夸赞你。香川真司竖起大拇指，老蒯，
这脚射得漂亮。比赛继续，你逐渐适应了节奏，积极投入到就地反抢中。大家很快明白你为什么说自己体力好，只要球传到红队后场，你就像疯狗一样冲上去压迫，其他队友也紧随其后。这就是克洛普的疯狗战术。红队不甘示弱，球权频繁一手，最先破门的不是黄队，而是红队的莱万多夫斯基。他一脚低射，洞穿了替补门将兰格拉克的十指关。不过你的进球也没等太久，上半场第24分28秒，你在禁区内接到香川真司的直塞，冷静推射，球直入魏登费勒把守的大门。进球后，你和冲上来的香川真司击掌庆祝。不得不说，他的传球确实舒服，比加努扎伊强了不止一星半点，不愧是德甲 MVP。上半场以1比1结束，休息10分钟，大家围在一起讨论，凯尔教你一些跑位技巧，并分析红队球员的习惯。克洛普则在笔记本上写画画。布瓦奇凑过来怎么样？他能留下吗？克洛普点头。当然，我在想该给他多少薪水，才能让他心甘情愿留下。他上一份是学徒合同。布瓦奇提醒。我知道，但他的实力值得周薪破万欧。第一份合同不宜太高，否则续约会麻烦。布瓦奇压低声音。克洛普沉声道：但如果给的太低，别人很容易挖走，我们必须表达诚意。虽然只是半场，但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你的适应能力让克洛普惊喜，短短10几分钟就融入比赛节奏，逼抢积极且有效。你的跑位更是让人捉摸不透。胡梅尔斯和苏博蒂奇这对冠军中卫组合竟被你跑出空档，最后的推射更是杀手本色。更令人惊讶的是你的体能。半小时高强度比赛后，你依然游刃有余，仿佛开了外挂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才17岁，假以时日，你会成长到什么地步？或许你会成为比格策更天才的天才。克洛普开始期待下半场了。经过上半场的适应，你会在下半场爆发出怎样的能量？拭目以待。下半场开始，你和队伍的配合明显更默契，跑动也更加灵活。你出色的发挥也引起了对方防守球员的注意，拿球变得困难起来。但这难不倒你。无球跑动的意义在于寻找接球机会，制造威胁。你没有贸然冲进禁区，而是在外围游弋，与莱万多夫斯基的风格截然不同。至于谁更厉害，进球说了算。第35分24秒，左侧的佩里西奇突破奥沃莫耶拉，到三角传球到你脚下，你拿球直接杀入禁区，苏博蒂奇果断上前封堵你，假设真扣，往中间推了一步，苏博蒂奇没有吃慌，继续跟进。就在下一刻，你脚尖一拨，将球回传给插上的佩里西奇，后者爆射进角，足球应声入网，黄队2比1领先。佩里西奇兴奋地跳到你身上，小兄弟，传得漂亮。你笑了笑，是你射得漂亮，那角度太小了。短暂庆祝后，比赛继续。第43分38秒，你接到香川真司传球，果断起脚射门，却被胡梅尔斯飞身挡出，黄队获得角球机会。你看了眼远射4/5的技能条，失落的情绪一扫而空，踢了4脚远射，终于攒够人品了。香川真司准备罚角球，你伸手示意要球，他没有犹豫，毕竟这场训练赛本就是为你设的。他将球传给你，你转身带球向禁区弧顶推进，防守球员纷纷散开，奥沃莫耶拉冲向你，就在他下脚铲球的瞬间，你将球往禁区外推了一小步，同时绕过倒地的他。下一刻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你摆腿抽射，足球化作一道闪电，直奔球门左上角。魏登费勒反应再快，也慢了一步，足球贴着死角入网，发出清脆的刷声。球员们愣了一下，随即一拥而上，冲向了你。场边的克洛普不再犹豫，对替补席的拉格洛夫喊道：“你去替换耶。”是。拉格洛夫立刻起身。布瓦奇笑了起来：“老伙计，等不及了，我去找经理，你先带老蒯去洗澡。”克洛普没有废话，时间紧迫，他必须让你赶上第7轮比赛。布瓦奇笑容灿烂，掏出手机给索尔斯科亚发了条消息：“感谢你，莱奥，祝你在莫尔德俱乐部有好的表现。”布瓦奇招手：“老蒯，过来吧，带你去签约。你有监护人或经纪人吗？需要打电话让他过来吗？”你愣了一下，这意味着你留下来了？这可是多特蒙德啊耶！你忍不住欢呼。好了，快去洗澡，别让尤尔根等太久。布瓦奇笑呵呵地说。10分钟后，克洛普的办公室内，经理瓦茨科一脸不可思议：“尤尔根，一个17岁的小将给这么高的工资，这不得亏死？他才17岁，再厉害也不值这么多吧？别忘了，他可是华夏人，华夏是足球荒漠啊！”克洛普皱眉：“相信我，这个孩子值这个价儿。我叫你来不是让你质疑我，而是尽快帮我解决报名注册等问题。相信我，他会比格策更厉害。”你疯了吗？你说的是马里奥·格策？瓦茨克深吸一口气：“好吧，希望他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”敲门声响起。请进。布瓦奇带着你走进办公室，瓦茨克立刻投来视线，仔细打量着你，除了长得帅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。克洛普则起身，做了个请的手势来。坐这里。4人坐下后，克洛普问道：“需要联系你的经纪人或监护人吗？这可是你的人生大事。”你摇头：“不需要，我自己可以搞定。”行，那你看一下合同，有意见可以提。克洛普将合约递到你面前，你拿起合同，刚看到周薪就吓了一跳，2万欧元。继续往下看，双方签约4年，出场费3000，进球奖金5000，助攻奖金2000，获胜奖金3000，一场球下来收入上万欧元。不过合约里还有一项解约金5000万欧元整。好家伙，就这么看好我？你心想，如果真有球队愿意出这个价，确实可以考虑离开，毕竟后面香川真司转会曼联也才1700万英镑。不过你对这份合同还有几点要求要提。就在刚刚，虽然多特蒙德俱乐部破天荒的给华夏17岁小将开出了高价合同，但是你仍然指着经理提出要求。我很满意这份合同，但我想加入几个小小的要求。
华夏小子，你可别得寸进尺。你说你要什么要求？瓦茨克还没等克洛普说话，便是呵斥道：进球加助攻累计15球，奖励50万，夺得欧冠冠军100万，夺得联赛冠军80万，每年工资递增10%，入选德甲赛季最佳阵容30万，入选欧冠最佳阵容50万。对了，欧冠金靴50万，还有欧洲金童奖也可以奖励50万。克洛普看着少年侃侃而谈，一时间有些为自己的慷慨而后悔。这家伙活脱脱的一个小狐狸。瓦茨克则饶有兴趣地看着你，没有丝毫生气，反而在旁边憋笑。他发现这个小孩太可爱了，他不会真以为这些荣誉是那么容易拿的吧？经过半个小时的讨价还价，最终一个长达3页纸的合同出现了。不得不说，你对自己实在是太有信心了。不过他能全部完成吗？除非他是上帝。3个人更像看笑话一样看，但你并不在意，因为你等着打这群人的脸呢。下午多特便召开了例行新闻发布会，准备宣布你的加盟。这次还专门邀请了华夏驻德的媒体。新闻发布会上，来自华夏的媒体一眼就认出了判出国家队的蒯龙。克洛普脸上露出笑容，站起身说道：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，我们多特签下的天才前锋。你这个时候才站了起来，而克洛普也是继续介绍道：他叫蒯龙，今年17岁，前曼联青训球员，国籍华夏。在昨天通过了我们多特的试训，跟一线队签订了一份长达4年的职业合同。这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大家立马反应了过来，就是那个不服从国家队被开除，又被曼联开除的华夏天才少年。几名记者立马争相举手提问，克洛普脸上露出笑容。大家先别急，想必蒯龙的事儿，大家多少都知道了些。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华夏的记者，就是为了让蒯龙对着自己家乡的媒体澄清这件事。同时也将这个喜讯带给华夏的多特球迷们。你也是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说道：我愿意为我接下来说的话负法律责任。我要声明一点，虽然我在国外待了好几年，但我依然热爱我的祖国，并且征召时第一时间就回到了祖国。就像每一个可以为国出战的球员一样，我对我的第一次国家队之旅充满了期待。只是事情的发展跟我预想的不一样。到了 U17国家队之后，我甚至没搬进宿舍就被扫地出门了。为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难道另有隐情吗？此时的记者们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摄像镜头都对准了你，不想错过这关键的时刻。这里的规矩就是 money， 只要不给钱就别想出场。你说话间将自己的手机拿了出来，你们可以将接下来这段对话的录音录下来。随着录音播放结束，虽然大多数媒体暂时没听懂，但后期翻译完肯定是个爆炸新闻。克洛普脸上也是扬起了笑容。谢谢华夏足协，也谢谢曼联，谢谢他们让我拥有了属于我的罗纳尔多。罗纳尔多？您说的是蒯龙会成为多特的 C 罗吗？记者连忙问道。No， 不是小罗，也不是 C 罗，而是大罗。克洛普摇头。那个无所不能的罗纳尔多。此言一出，在场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他们想知道你试训的时候到底有怎样的表现，才让克洛普如此的推崇你。要知道他说的可是外星人，那个无所不能的罗纳尔多。随着新闻发布会的结束，华夏记者将第一手资料整理好传给自己的上司，却得到了上司答复绝对不许将现场发布会的内容传播出去。这个消息要是在国内传出去，首先受到灭顶之灾的不是国足，而是他们体坛周报。国内的总编也是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，但他没公布消息，而是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足协的工作人员。足协方面自然是想掩盖真相的，可如今是网络时代，消息是那么好掩盖的吗？在各大贴吧里，一个现场采访的画面被加上字幕发了出来，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转发。国家队U17领队和教练也是第一时间被叫到了会议室，足协召开紧急会议，商量该怎么处罚平息怒火，挽回最后的颜面。至于此刻的你，早已经将这件事抛之脑后，全身心的投入到了马上将要到来的比赛当中。你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上场踢球了，这将会是你人生中第一场正式比赛。比赛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半正式开始，多特蒙德对战美因茨。比赛开始，多特蒙德摆出4231阵型，香川真司居中，佩里西奇和格策分列左右，莱万多夫斯基顶在最前，双中场由凯尔和金多安坐镇。哨声一响，双方立刻在中场展开激烈拼抢，香川真司成了美因茨的重点照顾对象。上半场前10分钟就被踢翻4次，美因茨的球员轮番犯规，裁判却迟迟没掏牌。第14分钟，多特迎来上半场最好的机会，苏博蒂奇后场长传找到皮什切克，后者直塞佩里西奇，佩里西奇内切吸引防守后回传香川真司，香川禁区外一脚搓射，球绕过门将却狠狠砸在立柱上，惊出美因茨球迷一身冷汗。美因茨的反击来得更快，第32分钟，索托突破洛维后到3角传中，尼古拉穆勒后插上抽射，魏登费勒毫无反应，球速太快了，1-0，美因茨领先。主场球迷的欢呼声几乎掀翻顶棚，克洛普在场边暴跳如雷，对着洛维一顿狂喷。事实上，多特的右路防守本就是软肋，洛维被速度技术俱佳的黑人球员过掉也无可奈何。美因茨领先后果断放慢节奏，重兵囤积中场，香川真司被盯得死死的，莱万多夫斯基也被波斯佩赫的
的精准站位限制的毫无办法。半场结束，比分定格在1比0，克洛普提前走向更衣室，用行动表达对球队表现的不满。连你都看得出来，多特的球员状态不佳，或许和天气有关。9月的下午，30度的高温对体能是极大考验，但美因茨进球了，天气不能成为借口。你刚从替补席起身，脑海中便响起系统的提示音叮。比赛任务触发带领大黄蜂逆转，任务成功奖励白银宝箱，失败扣除随机一个技能。你心里一紧，瞬间感觉自己要BBQ了。总共就3个技能，2个还是 S 级，万一没逆转还被扣1个，那也太狠了。能拒绝任务吗？你嘟囔着问道。宿主拒绝任务将自动认定任务失败，直接扣除技能。系统的回应冰冷无情。算你狠。你咬牙切齿，但心里清楚自己不过是在跟系统开玩笑。作为一个渴望胜利的球员，就算没有任务，你也会拼尽全力帮助球队获胜。虽然你是穿越者，但也不可能记得每一场比赛的结果，尤其是多特的比赛。但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眼前的比赛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比赛要一场一场踢，球也要一个一个进。更衣室里，克洛普已经在黑板上摆好棋子，直接开口罗伯特莱万。下半场你休息，准备周中的欧冠。老蒯，你顶替莱万出场，有问题吗？问题不大。你大声吼道，体内的热血瞬间燃烧起来。这一刻，你感觉自己像动漫里即将登场的主角，就差一段 BGM 了。然而这一嗓子却把队友和克洛普吓了一跳。你小点声，想把我心脏病吓出来吗？你嘴角抽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激动了。下半场正式开始，哨声一响，球迷们立刻注意到多特蒙德的阵容有了变化，而正在直播的黄健翔跟徐阳也是立马来了精神。多特蒙德中场换人，17岁的小将蒯龙登场。他不仅是第4位正式登陆德甲的华夏球员，还是多特蒙德历史上的第1位华夏球员。17岁5天的年纪，让他成为多特历史第2年轻的出场球员。接下来他会有什么表现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美因茨的主教练格拉斯纳皱了皱眉，没想到克洛普真的让一个17岁的小将登场，现在可不是垃圾时间。他迅速叫来中后卫法蒂盯紧那个小子，别让他有起脚的机会，告诉李瑟别掉以轻心。头儿，放心吧，他就是个17岁的孩子。格拉斯纳深吸一口气，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。他看过你的进球集锦，知道这小子头脑清晰，还有一脚远射，对付你只要后卫贴紧，别给你起脚机会就行。比赛重新开始，你将球传给香川真司，迅速往前场跑动。香川真司带球回撤，控住节奏。下半场的战术有所调整，上半场的中路渗透效果不佳，克洛普决定强打左路。佩里西奇和香川都有速度和技术，而美因茨的右路相对薄弱。球经过几次传递，来到佩里西奇脚下，他毫不犹豫地往底线突破，对方的边后卫邦格特迎了上来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佩里西奇从下底突然内切，一个假动作轻松过掉邦格特，波斯佩赫连忙补防，你在禁区线外迅速接应。佩里西奇瞥了一眼波斯佩赫，果断将球传给了你，随即前插。他在赌你的球商够高，能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。球传向你的一瞬间，法蒂从禁区里扑了出来，试图卡住你的射门角度。他不仅想断球，还想给你一个教训，让你知道这里是德甲，不是 U18青年队。看着气势汹汹的法蒂，你冷静地将球捅回给佩里西奇，同时身体一闪，躲开了他的野蛮冲撞。法蒂下意识伸手去拉你，却像抓泥鳅一样扑了个空。佩里西奇接球后惊喜万分，杀入禁区，而足球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直插美因茨的心脏。波斯佩赫在身后干扰，但佩里西奇已经直面门将穆勒，他毫不犹豫推射远角，球贴着地面飞向球门。穆勒状态神勇，伸脚将球挡出，球弹向中路。美因茨球迷刚松了一口气，下一秒却瞪大了眼睛。你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禁区内，穆勒扑出的球没弹远，面对空门，你冷静推射，球带着剧烈旋转飞入网窝，首秀破门歌，全场沸腾，现场 DJ 大声地尖叫了起来。进球的是多特蒙德的17岁少年蒯，我的天呀！17岁5天首秀的他成为了德甲最年轻首秀就破门的球员，他的跑位实在是太美妙了！蒯！随队的多特球迷们高声欢呼着你的名字。进球后，你看到看台中间有个熟悉的身影，是丽娜，她来看我的处子秀了，想也没想便冲了过去。我进球了！你激动地冲着丽娜大喊着，也没什么庆祝动作，而是握紧了拳头在呐喊。迎接你的没有同样的欢呼，只有一个个中指和全场的谩骂，还有满天飞的矿泉水瓶和鞋子。因为激动，你忘了这里是美因茨的球迷区。然而此刻的电视里也是响起了主持人呐喊的声音：进了！老蒯成为德甲历史上最年轻出场就破门的球员，他是我们华夏的球员，他是我们的骄傲。老蒯太带派了！黄健翔此刻热泪盈眶，这一刻他期待太久了。当初蒿俊闵留洋德甲，球迷们以为会是个新篇章，结果他只在无关紧要的比赛中出场，面对法尔范和拉基蒂奇的竞争，最终连出场机会都没有，只能提前解约回国。5大联赛只剩下你，曼联 U18 的蒯龙，但蒯龙是华夏足球的骄傲吗？不，蒯龙是耻辱，是悲哀。一个有天赋的少年没好好踢球，反而成了曼联打开华夏市场的棋子。起初媒体还关注你的训练，后来连关注都懒得关注了。2年曼联青年队，你连一场比赛都没踢过，华夏球迷视之为奇耻大辱。可就在这时，你被召入 U17国家队，球迷们重新燃起希望，想看看蒯龙在曼联训练出的水平。结果比赛没踢，你被开除，理由是不愿随队训练耍大牌。华夏人无法接受，你瞬间成了网暴的对象。昔日的同学纷纷吐槽，键盘侠们肆无忌惮地输出负能量，你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甚至连
不看足球的人也会骂两句。有人说，蒯龙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为足协挡风遮雨。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盖棺定论时，你重新站了出来，在加盟多特蒙德的新闻发布会上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原来他是无辜的。那些骂得最狠的人转而怒骂足协。我欠蒯龙一个道歉，冲上热搜第一，可你始终没回应。著名足球主持人詹俊在微博发布了一段关于你的视频。他说，一个17岁的少年为了自己的足球梦独自在国外漂泊，在他生日来临之际被国家队征召，本以为这是天大的喜事，是上天送给他最好的生日礼物，谁能想到足协竟然有不给钱不让出场的黑幕。蒯龙毅然决然地与黑暗势力斗争，却被万千球迷当成逃兵，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俱乐部，在异国他乡独自过生日。那里没有朋友，没有家人，甚至连梦想都随时可能破灭。如今的社会，大多数人宽于律己，严于律人，稍有过错便揪着不放，动辄网暴，10年磨一剑，今朝是锋芒。没人知道背后的故事，但蒯龙用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不屈的斗志，独自面对质疑、嘲讽、谩骂与误解，他都不曾倒下，是真正的勇者，是17岁的斗士。故事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善待这个努力追梦的少年。詹俊用慷慨激昂的声音讲完后，深深鞠了一躬。黄健翔在演播室内激动地宣布，蒯龙成为德甲历史上最年轻出场就破门的球员。在他未出场时，大家担心克洛普赛前发布会的话是否只是噱头，想用来拉收视率。